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事情很有趣，就是呢，他说，如果你很用力的活在当下，恐怕也只是把当下当成了是一个有用的东西而已。你有传说中那个本子是写满了你的时间表的，对，有，然后你时间排得挺充实的，很充实。对，你以为我们在把时间做最好的利用，可是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些时间。所以当一个人说啊，那我不要再做很久的计划，我要活在当下，我要把当下好好的用出一个道理来说，他还是在用这个时间。我以前是一个计划性特别强的人，而且如果做了计划没有做到，没有做完，对，我会恨自己，我会难受。但是我觉得过去这3年对我改变非常非常大。我突然发现我根本就控制不了任何事情，就是之前还会有一种假象，对，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很多事情，我可以把握很多事情，是，只要我去想我就能做。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有了这样的体悟之后，会带来怎样的生活态度？我觉得我更放松了，更放开了。就像你说，我的笔记本上可能写了各种行程，我要做那个做那个。那如果我上个礼拜过完了，我突然发现我全部做完了，我觉得我很棒。如果没有做完，我也不会批评自己。你现在回头看《甄嬛传》，你有觉得那个是你人生的转捩吗？我是这样的，就是别人老跟我讲，说啊，《甄嬛传》你演得好好，我都看了10几遍，对，你的台词倒背如流。对，我觉得他是在捧你场。对，但从去年真的有那么多人在想，说这个戏播了10年了，然后还时不时的就会上热搜，因为一个什么，对，我才跟同事说，我说原来《甄嬛传》真的很火哎，我很少看自己的戏，我不敢看自己。我后来有看过自己演的《玉观音》，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场戏我是努着劲儿演的，是，就是导演也跟我讲戏了，我感觉我听明白了。但是我感觉我是没有演出来，我自己知道，就是我没有完完全全的在里头，我只是完成了导演想要我的那个结果。后来我还跟丁黑导演，我跟他聊过这件事情，我说如果玉观音我再稍微成熟一点的时候再去演，我觉得我会演得更好。后来导演说你不能这么想，他说那时候你的感受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他那句话一下点醒了我。我自己对戏剧的态度，我觉得是老天爷成全的结果啊，就是这老天爷成全，包括所有人的成全。我看好多电影呢，我都觉得，如果不是在那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第一个拍不出那个电影，第二个拍好了以后不会被那样子看。所以任何一部电影史上的经典，放在不对的年份，都未必能够得到那样的认可跟地位。所以孙俪的很多成功的戏，我觉得她自己一定也明白，那就是大家一起成全出来的结果。我觉得任何事情它存在，它发生的时间，总有它的原因的。你跟他相遇的时刻决定了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化学作用。对，你跟人也一样，跟作品也一样。对，就像很多人老问我，他说哎，好像觉得我很会把握机会啊，很努力啊。但是我每次都跟小朋友都会说一件事情，包括我做采访我也会说，但那件事情对我触动真的非常非常大。我直到现在我想象那个细节，我都会自己冒冷汗。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参加一个汇演，我是跳主演，我就很开心。那个舞蹈我是领舞，我得到这个角色之后，我就放松了。就是不再努力了，我就觉得那是我的，就是觉得有种骄傲在了。后来2个礼拜以后，领导审查，说我跳得太烂，就当下就说想把我换了。我一下我就惊了。后来找我谈话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给你1个礼拜，我下礼拜再来看一次，如果你跳成这样的话，就把我换了。那一次对我来讲真的是当头一棒，直到现在我都不能想这件事情，就想了我就会冒冷汗的那种，很吓人。我觉得挺吓人的。对，就那时候我才10几岁，对，对吧？对，
但那件事情就告诉我，就是任何机会在你手上，我如果不努力，它还不是你的。是，你一定要付出10分的努力，它才是你的。所以如果有人，他就觉得他也可以这么努力，可是他可能就永远都得不到这样的角色，你会叫他要再努力下去吗？我觉得机遇真的很重要。我真的很感谢，就是我努力了，然后也会被人看到。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现在有你真的很关切的晚辈或者是小朋友们来问你说，他就很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会很努力，你说不出口说，如果你没有机遇，你就得不到这些啊。但一定他自己去体悟，说哦，我不要再干了，可能影响了他的家庭了，或影响他真正的收入了、工作了。一定要自己心甘情愿地认识到这件事情，他才可能会说我继续还是放手。其实你说机遇很重要，他也会认为说，那我就会有那个机遇啊。那等待啊，是如果你有这个耐心，就等待，你可能就会开花结果了。然后你也相信那些说他等到了40岁、50岁才机遇才来的故事吗？会发生吧？我觉得性格决定命运，真的。你是很认同梦想这件事情的。我觉得一定要有梦想。哇哦！我觉得最可笑的是，我跟邓超到现在我们2个人还会聊梦想。所以你们聊梦想的态度是充满向往的。对，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我们梦想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拍完戏，我们说好要去哪里旅游，这就是梦想啊。我们会因为这3个月过完之后，我们要去旅游，我们要做计划，然后去哪里，就会很快乐。我自己这么多年跟朋友相处的经验呢，我认为朋友们啊，对我们的作品其实没有很在意，就是这是非常古怪的部分。我最好的朋友，有些人甚至中文很差，所以他完全不明白我在干嘛。我写的书他也看不明白，我做节目他也不知道好玩在哪里。可是他认定我这个人是他想要做朋友的人。这是很奇妙的，就等于我在别人眼中做出了一点成果的东西，在他眼中是根本不在的东西。那我的朋友当中，如果有人从事演艺工作的话，我几乎也都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不会有压力，说他们每推出一张新的专辑我就要听，或者是他们的每场演唱会我都要去，每个戏我都要看。我觉得他们也很渴望认得一些人是没在管他们的作品的。邓超去忙导演的时候，你会放宽标准吗？就是他可以表现比较生活混乱。你指的混乱是什么？就比较忙不过来，然后可能没有力气照顾你的心情啊，或者疏于。我觉得我们俩是反的。哦，真的啊？哦，他出去工作恨不得一天20个电话，我有时候我说不要打了，我说每天就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可说了，就打到后来就是视频电话，就白眼瞪小眼。他说你没有话跟我讲，我说我们今天已经打了很多电话了，我说我们已经没有话可以讲了。他说你也太实在了吧，我说真的没有话讲了呀。你们现在他还会这样子打视频电话？会啊，然后硬找话跟你聊？对啊。哦，这很感人吧？对，就是很感人。金老师说你要非常珍惜你这个老公，他很少男人会这样表达的。我才意识到，原来在我身边是个宝呀。就我如果出去拍戏啊，家里如果没有事情找我，我是不会给他们拨电话的。所以他会受伤吗？他会觉得说怎么你可以把他搁下这么久？他肯定那么多年他也习惯了，我觉得。OK， 你不会有那种被冷落的感觉？我属于可以自嗨型的那种，自己让自己快乐的那种。OK， 他可以看你的笔记本。看呀，可以看，上面会写我的 schedule， 然后还有孩子的，还有他的，我都会写，我就知道每天时间怎么分配。那他手机上的行事历你可以看？我不看他手机，他现在也习惯用笔记本，对，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习惯是每个星期天晚上要互相拿出笔记本，要记录一下对方要做的事情。OK， 所以不看手机是你自己为自己定的原则？也不是，我觉得没必要看。而且每个人心里都要有秘密的，孩子也是，你的家庭另一半也是。现在的生活超过你以前想象的幸福状态？哦，绝对超过了。超过。哦，所以每一天都是，我觉得都是老天的馈赠的感觉。有的人会忐忑不安，觉得
这个幸福会不会很脆弱，或者会要跟自己讲说，不一定会一直这样子，你会这样吗？我有过这样的困惑，我前2天还问过金老师这样的问题，我说我总是时不时的会提醒自己心里有一些恐惧，他说其实是你要更相信自己。产生那个不安的时候，要怎么安定下来？还是就是说让他不安？我找一块木头摸一下。真的吗？对，就是给自己添一点好运。对，然后其实每次发生心情就是有波动的时候，是自己跟自己聊天最好的机会。可是怎么能做到，在很情绪不安的时候，还能做到让自己醒过来？我后来发现，就是我有的困惑大家都有，大家有的困惑我也有，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然后如果发生问题，我可能原来我需要花很长时间去修复，现在时间越来越短了。好多事情其实只是程度的不同，它不是我们小时候以为的正与反、黑与白、对或错，它就是你多做一点就会有一点点，然后它始终不会到那个你以为的终点，可是它就是有比以前多一点。你在生活中演不演戏？人生多半需要演技啊。我同意啊，我觉得不是演员的人也演了很多啊。我想一个好好上班的人也在办公室也要演不少戏吧。对，因为有些话如果说得太直白，其实很伤人的，而且也不必要。对，而且特别这3年，我发现我真的内心感受，每个人都要去被鼓励，因为每个人都太了不起了。对，费很多劲儿才走到这一步。对，我上次还看了个视频，一个人跟陌生人打开手的时候，里面是一颗糖，哇，对方的笑容特别灿烂。我看了那个视频，我哭了，我特别感动。然后我都想过，我说我也要放糖在身边，看到陌生人给人，但我怕别人会打我。我好奇那个部分，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家庭的人，所以我觉得真的有那么坚固稳定的东西吗？如果以他所透露的对于无常的体会，那幸福也只能够是无常的，真不太能够跳脱这件事情。所以他自己也讲了，他有不安的感觉，他只是不安的时间渐渐的变短而已。这些是我想要听到的真实的答案。你现在还会记得你刚开始成名的时候的感觉吗？会。是什么瞬间？做群访的时候，有人问我问题了。哇，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已经适应了做群访的时候，没有人来问问题，我们都是站着做陪衬。突然有人来问我问题，然后下去之后要打自己，就是怎么回答的那么差，都没有把握好机会。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玉观音的时候，玉观音你就是女主了，不是吗？但是我是新人呀，那时候何润东啊、佟大为啊都很有名。对，我们都是几个人站着一大排的话筒，然后记者点名问问题嘛。对，一般我都是拿话筒的。如果你没有料到，你可能还离话筒很远。对，我们还要把话筒移过去的。哦，然后开始拍广告了。那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广告会，你有做任何事吗？你会跑去广告前面拍个照留念什么这些吗？我现在也会啊。我现在也会看到自己的广告，然后在车上，如果跟孩子坐一个车上看到自己广告，我就看看。你现在回头看你之前的人生，有你很想要、特别想回去的哪一段吗？没有哎，过去就过去了。是，其实很多事情大家都喜忧参半的。是，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好。你不会觉得当演员这件事情界定了孙俪这个人，对不对？不当演员，孙俪还是活得很爽快，然后继续有梦想，对不对？也不一定。不知道。我不知道。其实我有过一段非常迷茫的时间。我以前是舞蹈演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离开艺术这个行业我还能做什么。可是演员是拿自己的肉身去拼的工作，我觉得这不容易，这很难。
就是你做再多功课，不是别人替你实现这件事，是你做越多功课，你都要自己去实现它。我觉得很恐怖，就是你不是一个将军而已，你同时是那个小兵。比如说我演一个戏，我会想象很多场景，对啊，想象这个场景，想象对手演员可能会怎么演，我这句台词我可能想怎么表达这个情绪，哎，我想，哎，我觉得特别好，我想怎么表达。但到现场，其实对方根本没有给你这样的空间让你去这样做，你随时要改变自己。等于你去的每一次都是在跟别人要一起完成一件事，可是那个别人会怎么做，你根本不晓得。你不能想到我想怎么样，你要跟着我。对，这都互相的。我觉得我们的时代已经让好多人都认为娱乐的内容是自动产生的，所以呢，我已经太久没有想过人是用自己的肉身去做这件事。前2天我去我女儿一个拉丁舞的一个比赛现场，那天我看到一个歌手，他们是现场乐队伴奏，那么小的舞台，他在那特别嗨的唱。我那个大叔真的给我很大能量，我一直在拍他，他看我拍他，他一下还嗨了，一直在我镜头前在那儿演，你知道吗？他们比赛比了3个小时，他就唱了3个小时，英文歌、中文歌来回，一会儿唱完还吹号什么的，啊，乐在其中，非常棒。他非常享受他的舞台。我回去还跟邓超讲，我拍了视频，我给他看，我说他多享受啊！我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可能站在大舞台上太多次了，你有时候都会麻木了，你就会觉得好像是理所应当的感觉，那舞台不够大，你都不想去的感觉。其实不是这样，你当真爱艺术这件事情的时候，多大的舞台你都要去享受。要自己想办法去应对这些苦恼的一个物种。所以呢，我们自己定义了幸福，然后我们又自己定义了不安，啊，怎么办呢？最后我们就只能够想办法把不安的时间变少一点，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今天有件事情忘记告诉孙俪，就是我觉得恐怕如果要逃难的话，我会拉她一起逃难吧。就是她显然是一个在灾难中还能够保持冷静的寻找活下去的方法的人，然后情绪对他来讲显然是他能够收得到，可是他没有指望情绪能够解决事情的一个态度，这些都在逃难当中非常有用，所以我认为他会是一个逃难的好伙伴。可是我通常对人家讲这句话的时候，收到人没有人认为这个是赞美，就会觉得听起来很恐怖。可是这是我极大的赞美，我觉得很多人是太平时期非常好的朋友，可是逃难的时候是不适合在一起逃难的。